你觉得你和我，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首先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肯定有很多不同点。我觉得在一些很紧急关头，我们都是很愿意、很想要去关心对方的那种人。你愿意为对方付出真心，而且就是很享受被人需要的感觉。我想到了一个，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做饭。我喜欢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发现你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觉得会从中可以就是让自己感觉不错，持家型。我觉得我们都想要去改变自己，尤其是你最近就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我们都想要去改变自己，然后就是会接受新的东西。对这一点，对我觉得我也现在慢慢的跟你靠近了。我觉得我们不同点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比我更能聊。对，我觉得以前是，现在我感觉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也懂了，其实能聊这个概括，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我现在感觉好像就尽量提醒自己，就是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不要那么多话。对，你的意思是多听吗？对，多倾听，然后从倾听里边可以自觉的可以问对方一些问题，而不是就是一直在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可能对有时候人家就不需要，可能不需要你给他们什么意见，并且你的意见也不能代表对方，对吧？对我自己感觉我们最大不一样的就是对户外这个态度。你真的是一腔热情，哇！急于就是哇，就是你感觉到哇，这个就是让自己很放松，就是让自己很享受的一个事情，你就很奋不顾身的就要去享受，很立马要赶紧，比如说像我们上次去一个瀑布一样，对我毫不犹豫的。对，然后马上把衣服脱了，跳到水里。然后我在想，哇，确实这一点你也有一点影响到我。就是你童年的梦想和你现在的梦想还一样吗？是什么？就是分别是什么？很不一样哎！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同学录吗？对吧？要写什么你最喜欢的明星、颜色，还有你想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记得我当初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梦想一直坚持到我初中快到高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做不了，也不是说做不了，就是想当模特。对，很想当模特，然后后面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达标呀，然后就是感觉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这方面，因为来自农村嘛，对吧？就感觉这些东西资源都是在大城市里边，所以后面就放下了，就是觉得只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想法而已。我现在觉得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做一个很自由的人，不是说就是说想去哪里就随便去哪里，不受任何的限制，而是说头跟脑子。就是我以前我觉得我很依赖别人，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有人帮忙，那就事情就很好解决了，然后自己没有完成的独立，就不像是一个成年人的独立。我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然后去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需要别人同不同意，就自己喜欢的，然后可以去发掘自己很多的潜能，然后让自己觉得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对，这是我的目前的梦想，所以我现在也尝试去多了解自己多一些。好，如果必须让你回到你过去的某个人生阶段，你最想回到哪个阶段？为什么？应该就是上1年级到5年级之间。小学的时候。对，上小学的时候，我应该是最想回到那个年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搬家比较多，我上5年级之后开始搬家，搬了无数次家。然后我觉得5年级之前呢是我人生最稳定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好朋友最多的一段时间，童年中。然后我记忆中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金闪闪的，
我以前无数次回忆过这个场景，我还跟别人分享过，就是我们的村子，我们门前的小河，小河旁边的一个大桥，然后桥往前走的那个山岗，2棵大柳树，还有青草地，还有稻田，所有都是感觉就是披着一层金闪闪的外衣，在我的脑子里面。在你的灵魂变得污秽之前，在你变得世俗社会之前的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童年，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我觉得是我想要去回到过去的。你刚才一描述，我的脑海里全部都会出现那个画面。尤其是如果能够带着现在的这个灵魂、这颗心，然后让我回到当时的那个时空，我觉得我可能会感觉非常有意思。现在长大之后，有没有尝试过想要回去没有搬家的那个地方再看一眼？后来看过一次，是大概上高中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一次。改变了吗？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就很吃惊，是我的记忆出错了吗？还是本来就是这个环境就是我物是人非了之类的？我们门口的河也干了，而且很污染，然后那个那就是桥旁边那个路建了很多新房子，很多田也被就是房屋占了。可能那个变成了我就是童年的一个羁绊，我不知道这个词对不对，就是羁绊。对，就是那个场景变成了一个我很想要，但是可能根本都不是真实的，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脑子编出来的一个东西，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就变成了一个我期待的、我想象中的、我幻想的一种东西。我把我的童年美化了很多。但是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至少我有这个回忆在我脑子里边。现在我想还是感觉到很兴奋，感觉就是有那样的一个世界。就是河南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村子，但是在我的头脑里边是一个金闪闪的世界，也挺好的。至少也可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你觉得朋友对你来说，在你的生命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像家人，但是又感觉比家人的程度又更亲密一点。也不是说家人跟我不亲密，因为你家人毕竟就是有血缘关系嘛，对吧？我觉得现在你对我生命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我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好的东西，然后你像一个指引针一样引着我去一个更好的方向。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受，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向他学习呢？难道我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吗？但是后面发现，不是说不要你去比较，而是说你跟一个更好更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会慢慢的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好的点，然后来帮助你提高，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比亲人高一点，然后人生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在我心目中。对，好的朋友。说一个你未完成的未来的目标。就是我们想去更多地方。虽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也列了很多单子，想去这个国家，想去这里，去那里。最近还在学习地图，世界地图，然后想看看哪里人比较少，哪里有意思。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具体点嘛，就是我们希望回到国内以后把国内走一走，比如说西北。之前斯高说过，他说当你离开你的国家之后，你会更加认识你的国家。我发现我确实是有这个感觉。之前感觉在国内的时候，感觉一心想着就是去外面看看，感觉都差不多吧，都是一样的人，说着一样的语言，所以感觉没有什么 potential。但是现在我感觉其实回去之后还有很多很多 potential， 我会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我感觉我想去四川，我想去西双版纳，我想去新疆，我想去西藏，我感觉也有很多东西就是可以去等待着去发现。你人生目前为止做过的你认为最大胆或者冒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嫁给一个外国人。怎么说呢？我觉得挺大胆的这个，因为我当时真的也是犹豫，一点犹豫都没有。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妈妈就很反对。怎么说呢？因为你从小生活的一个环境，你真的因为生活在农村嘛哈，你根本都没有什么机会去认识外国人，并且你也不知道你认识的这些人就是会对你未来的人生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对，我觉得好大胆，目前对我来说。然后刚刚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就是全部抛弃了那些，然后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挺大胆的。对，
对对对，这个确实很大胆。对，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下这个决定的。Scott，我要拥抱你的女人。